绵延不绝的城墙盘踞在中国北方山脊，这就是人类史上最宏伟的建筑之一——长城。数百年来，它像巨龙般蜿蜒，每一块砖石都承载着古老的智慧与劳动。传闻中，长城是地球上唯一能从太空中直接用肉眼看到的建筑。但事实上，这道看似宏伟的防线，平均宽度却仅有数公尺。从国际太空站的高度，它与周遭环境颜色相近，极难辨识，几乎无法肉眼发现。长城的真正伟大，从来不是它能否被太空看见，而是它扎根大地、凝聚人心的力量。欢迎来到八达岭长城，这段巍峨的城墙经过精心修复，展现出昔日的雄伟壮丽。走在宽阔的步道上，可以清楚看见砖石的纹理与扎实结构，每块砖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。沿途会经过多座雄伟的敌楼，它们不仅是军事瞭望点，更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走进敌楼内部，从箭窗向外望去，视野开阔，将蜿蜒的长城与远方山峦尽收眼底。若想轻松登顶，缆车是个绝佳选择。它载着游客缓缓爬升，从空中俯瞰长城盘踞山脊的壮阔画面。坐在缆车车厢中，四周是层峦叠嶂的山景，随着海拔升高，视野也越发辽阔。八达岭是明代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，其地势险要，是拱卫京师的屏障。前往八达岭长城，可从北京市区搭乘八达岭长城专线巴士，车程约需1小时半左右，或是选择搭乘长城动车，在八达岭站下车，出站后步行数分钟即可抵达景区入口。建议清晨或上午抵达，避开中午时段的人潮高峰，更能享受宁静的游览体验。一般而言，在此停留3至4小时，足够悠闲地走访主要城墙段与观景点。不论是攀登高处俯瞰，或是在城墙转弯处取景，都能拍到长城蜿蜒起伏的经典画面。景区内设有纪念品店和餐饮服务，方便游客补充体力与选购伴手礼。由于海拔较高，气温可能较市区低，建议多带一件薄外套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画面带我们来到北京郊外的慕田峪长城，这里以其层峦叠嶂的绿意和保存完好的城墙闻名。与其他长城段相比，慕田峪段的植被覆盖率极高，四季景色分明，尤以春夏的翠绿和秋日的枫红最是迷人。城墙沿着山脊蜿蜒起伏，两侧密集的树林仿佛为古老的城砖披上了一层柔软的绿毯。这段长城共设有为数可观的敌楼，这些敌楼造型各异，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高处俯瞰，敌楼之间间距不远，构成了一道坚实的防线，也让游客能频繁地进入瞭望。慕田峪长城始建于北齐时期，后经明朝重修，融入了当时先进的建筑工艺与防御思想。许多城砖上仍可见到刻有万历等字样，证明了其数百年的历史沉淀。想要前来慕田峪，可在北京市区搭乘前往怀柔区的巴士，再转乘当地接驳车，即可抵达景区入口。建议您在清晨或上午抵达，避开正午人潮，更能静心感受长城的宏伟与静谧。游览慕田峪长城，除了步行，更可搭乘缆车直达城墙，省去不少体力。另一种独特的体验，则是从城墙上的滑道一溜而下，感受穿越山林的乐趣。这项设施深受大人小孩喜爱。走在平坦的城墙上，可以远眺周边群山，感受长城与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。若时间充裕，在长城下来后的周边村落，也能找到一些品尝当地农家菜的餐厅。无论是壮丽的景色，还是独特的游玩方式，都让慕田峪长城成为北京近郊不可错过的选择。但请以官网或现场公告为准，掌握最新的交通与开放资讯。我们来到金山岭长城，这里以其独特的半修复状态闻名，展现了长城最原始的风貌。与其他修缮一新的段落不同，
金山岭保留了许多坍塌破损的敌楼与墙体，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。许多摄影爱好者都会选择清晨时分来到这里捕捉太阳升起时，长城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的壮丽景象。登上将军楼，可以俯瞰绵延的山脊和望京楼，这是金山岭最经典的取景角度之一。从砖垛口到大小金山楼，这一段是徒步爱好者的首选，沿途地势起伏，景色变化多端。这一段路程中可以看到多样的敌楼和烽火台，每一座都有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保存状态。金山岭的墙体结构复杂，有单层、双层、方形、圆形等多种形式的敌楼，反映了明代防御工事的多样性。相传这里的部分敌楼是由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镇时督建，为长城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。要前往金山岭，一般可从北京乘坐长途巴士抵达。建议您提早规划好路线，并查询最新的交通资讯。为避开人潮，建议在非假日或清晨抵达，您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独享这份宁静与雄伟。徒步金山岭，全程约需数小时，沿途有几处补给点，但建议自备充足的水和轻食。金山顶，长城四季各有风情，尤以春季山花烂漫和秋季层林尽染时最受欢迎。许多游客会选择从金山岭徒步至司马台长城，这条经典路线连接了两段风格迥异的长城。结束金山岭的行程后，在附近的小村庄可以找到地道的农家菜，体验当地风土人情。来到司马台长城，首先感受到的是它独特的原始风貌与未经修饰的古朴。这里的城墙许多段都保留着明朝时期的样貌，没有过多的人工修复痕迹。放眼望去，城墙沿着险峻的山脊蜿蜒而上，有些坡度极为陡峭，攀登起来颇具挑战。登上烽火台，可以俯瞰周围群山，长城如巨龙般盘踞，视野极为开阔。司马台长城的敌楼多达35座，形制各异，展现了当时边防建筑的多样性与坚固。其中有一段名为天梯的石阶，仅容一人通行，两侧是深邃的山谷，更显其险要。传闻司马台的命名源于当地曾有司马姓氏的将军驻守，守护一方，边陲要塞。要前往司马台长城，可以从北京搭乘直达巴士，车程约需数小时，建议提早出发。游览长城本身，建议至少预留半天时间，以便细细体验不同段落的景色与历史感。为了避开人潮，清晨刚开放时段是最佳的游览时机，更能捕捉到宁静的长城风光。在傍晚时分，可以顺道前往山脚下的古北水镇，体验与长城截然不同的水乡风情。古北水镇到了夜间灯火辉煌，小桥流水与仿古建筑在灯光下显得生动而迷人。乘船夜游水镇，两岸灯火辉煌的建筑倒映在粼粼波光中，营造出迷人夜景。参观这些景点时，建议提前查阅官方网站或现场公告，确认最新的开放资讯。来到黄花城、水长城，眼前是水库碧波荡漾，长城蜿蜒于群山之间，形成一幅独特的湖光山色画卷。这里的长城有部分进入水中，当水库水位较高时，能看见城墙没入湖底的奇景，因此得名水长城。清晨或傍晚，湖面映照着古老城墙的倒影，微风轻拂，景色格外宁静动人。沿着湖畔步道漫步，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城墙、敌楼，有些依山势起伏，有些则紧邻水边。在长城周边，散布着许多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栎树，它们是明代屯兵时所栽种，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。这些古栎树在秋季结出累累果实，与金黄的树叶和古朴的长城相映成趣，别有一番田园风光。黄花城水长城段始建于明朝，
曾是京师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用于抵御北方民族的侵扰。要前往黄花城，水长城可以从北京搭乘巴士，在怀柔区转乘当地巴士即可到达。建议提早规划行程，并确认巴士班次，特别是在非假日或淡季时段游览此处。春秋两季是最佳时节，山花烂漫或红叶满山，景色尤为迷人。整个景区建议停留至少半天，这样才有充裕的时间沿湖畔和长城上观赏。这里的登山步道规划完善，可以根据体力选择不同的路线，从多角度欣赏长城与湖水交织的画面。除了徒步，夏季还有游船可选择，从水上角度仰望长城，感受不同的壮丽。前往景区前，建议浏览官方网站，确认最新开放时间与门票资讯，以便安排顺畅的行程。沿着长城蜿蜒的足迹，我们停驻在北京的巷弄间，品味长城脚下独有的在地风味。首先登场的是举世闻名的北京烤鸭，外皮烤至金黄酥脆，饱满的鸭肉散发诱人香气。传统烤鸭多以果木炭火烘烤，师傅需精准控制火候，让鸭子在烤炉中均匀受热，呈现完美的色泽。吃烤鸭时，将偏好的鸭肉搭配甜面酱、葱丝与黄瓜条一同卷入薄饼中，口感丰富有层次。接着是京城百姓日常的炸酱面，手工面条煮得弹牙，上头淋满浓郁的肉丁，炸酱颜色深褐油亮。搭酱以猪肉丁、甜面酱与黄酱翻炒而成，需长时间熬煮入味。配料则有豆芽、黄瓜丝等新鲜蔬菜。食用前将酱料与面条充分拌匀，让每一个面条都裹上咸香的酱汁，是老北京人特有的吃法。除了主食，京味小吃也是不可错过的一环。在胡同深处或市集边，都能找到这些传统滋味，像是驴打滚，以糯米粉制成软糯膏体，外层均匀裹上黄豆粉，内馅包着豆沙，口感香甜软糯。其制作过程讲究手工揉捏与蒸煮火候，确保膏体 Q 弹不粘牙。黄豆粉则增添独特的烘焙香气。另一种是老北京的豆汁儿，发酵绿豆制成，味道酸中带涩，搭配焦圈或咸菜食用，是挑战味蕾的独特体验。这些美食不仅能填饱肚子，更是一种文化体验。建议您在白天前往老字号餐馆或特色小吃店品尝。规划一趟长城之旅，首先要考量您想体验的长城风貌与时间。若偏好设施完善、交通便利的长城段，如八达岭或慕田峪，可将其安排在行程的第一天。若想探索保存更原始景观、更壮阔的金山岭或司马台长城，可考虑安排独立一天，深入体验。许多游客会将相邻的长城段串联，例如金山岭和司马台，规划一趟更具挑战性的徒步路线。住宿方面，选择长城周边的乡村民宿，能享受宁静；或入住市区交通枢纽旁，方便前往不同长城段。前往长城有多种公共交通选择，如巴士或旅游专线，建议事先研究并预留充足的转乘时间。部分长城景区会提供包含门票与缆车或索道搭乘的组合票券，购入前可比较官方网站公告的价格与内容。季节对长城的景观影响甚巨，春季山花烂漫，为古老城墙增添一抹生机；夏季绿意盎然，是避暑登山的好时节，但请留意午后雷阵雨；秋季则是赏红叶的最佳时机。层层叠叠的彩林与长城相互辉映，而冬季长城披上银装，呈现出一幅独特的苍茫雪景。建议清晨前往，避开人潮，探索长城。愿您的旅程圆满。